2020年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的命运。来电的是波音，他们要找一个能解决电力系统频繁失效问题的供应商。结果，一家位于纽约的小厂 Astronics 接下了这份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年后，他不仅帮波音解决了问题，还靠同一套技术闯进了 AI 测试与国防系统市场。一家没人注意的小公司，正在科技巨头的阴影下悄然崛起。欢迎回到 Rena 的美股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家未来3年会非常吃香的一家公司，股票代码 ATRO。如果你也是对美股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来到我们的分析群玩耍。每天我们都会更新盘后动态以及个股分析。话不多说，让我们从公司的基本面、业务模式、财报分析等多个角度得出看好 ATRO 的几个原因，并且给出我们相应的投资建议。Astronics Corporation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公司，专注于为航空航天、国防、消费电子以及半导体行业提供关键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成立于1968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奥罗拉，员工约2400人。截至2025年10月，市值约18亿美元，被视为航空供应链中的隐形赢家。不直接制造飞机或芯片，而是通过高效的电力、连接和测试系统，提升整个生态的智能化水平。公司核心业务可概括为航空加电力加测试的3位一体，服务于波音、空客、洛克希德马丁等巨头。在特朗普政策下的国防与航空航天时代，Astronics 的产品相当于飞机的神经网络和血管系统，实现电力高效分配、数据实时互联、测试精准验证以及结构与机组的无缝协作，帮助降低能耗20%以上，提升飞行安全性和维护效率。简单讲，ATRO 不造飞机，也不做芯片，而是卖让飞机变聪明的基础系统。首先，在众多公司里，我们为什么看好 ATRO？ 第一，航空电子和高可靠性系统市场增长潜力大，全球航空业强劲复苏，波音与空客2025年订单显著增长。ATRO 是波音、空客、GE 等供应链中的关键电力与照明系统供货商，而且电力系统和照明组件的切换成本极高，客户一旦导入便难以更换。高可靠性系统本身是高门槛市场，竞争对手有限，也会形成一定护城河。第二点，国防业务和测试系统业务增长稳健。Astronics 近年来大力发展防务电子和航空测试平台业务，这类业务订单通常周期长，利润率高。而且特朗普政策下的国防预算稳定或上升，意味着 ATRO 能够获得长期合同支撑收入和现金流。测试系统市场是航空和国防供应链必不可少的一环，即便市场波动，也有刚性需求。第三点，技术升级和产品线扩张带来的估值提升空间。公司正在从传统航空电子转向更高附加值的系统集成和测试解决方案，产品组合升级有望带来更高毛利率。新兴应用如电动飞机、先进机舱、电源管理系统等，为 ATRO 打开了新的增长赛道。市场对航空科技升级加国防长期采购双轮驱动的公司，通常愿意给予溢价估值。再来看一下他家的业务方面。第一块，航空电子与测试设备，这是 ATRO 的老本行。前边说到，全球航空市场正在复苏，机队在不断更新换代，这就带来了对高可靠性、高性能电子系统的强烈需求。ATRO 的产品，比如机舱电源管理系统、航空电子元件和测试设备，正好满足这种需求。它的优势在于新机型和升级项目带来了稳定的长期订单，而且客户通常会反复采购，这就形成了比较可观的重复性收入。当然，风险也在那儿。航空行业本身有周期性，受宏观经济和航油价格波动影响，所以短期增速可能会有起伏。第二块，高端定制化电子解决方案。客户现在不再满足于通用产品，他们更需要定制化、集成化、性能更高的电子系统。ATRO 就在这块发力，通过端到端解决方案和配套服务，把产品单价和毛利率都提升上去。
这也让客户粘性更强，长期合同比例提高，从而推动公司持续增长。不过，这类业务研发投入大，上市时间可能不确定，新产品市场接受度也需要观察。最后是后市场服务和维护，这部分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它也非常重要。Atro 的售后服务、维护、升级和培训业务不仅带来稳定现金流，还能让客户持续回头购买。强大的服务网络提高客户满意度，降低替换成本，形成一个自增强的增长循环。风险在于，如果资本成本上升或自由现金流波动，可能会限制扩产或者并购计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家的财务状况。第一部分，收入表现。Q2 总收入大概 2.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 增速不算快，但仔细看你会发现亮点在核心业务。航空电子板块收入 1.9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4%， 其中商用运输板块增长 13.4%， 军用飞机也有 10.7% 的增长。测试业务销售额为1110万美元，下降幅度较大，经调整后的营业亏损约670万美元，主要因完工成本调整及业务结构性问题。公司剥离了非核心航空航天产品线，并计提620万美元重组费用。这些产品线增长缓慢且毛利率低，相关资产减值和库存冲销也计入费用。总结一下，核心航空航天业务仍是收入主引擎，但测试业务成为短期拖累，凸显业务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但同时管理层强调，航空航天业务增长抵消了测试业务的下滑。第二部分，毛利率与利润率。调整后，毛利率 29.2%， 同比增长120个基点。调整后，营业利润率 8.9%， 同比增长250个基点。航空航天业务调整后，营业利润3150万美元，同比增长800万美元。航空航天业务调整后利润率 16.3%， 同比提升300个基点。GAAP 每股收益 0.04 美元，与去年同期持平。非 GAAP 调整后每股收益 0.38 美元，几乎是去年同期 0.20 美元的2倍，说明公司核心运营其实在变好，基础业务利润率在改善，短期下滑主要是一些一次性成本。第三部分，运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利息费用降了 47%， EBITDA 调整后 12.4%， 现金流基础稳健，利息负担下降，但未来收入增长仍要看新订单表现。总结一下，现金流稳健，利息负担减轻，为后续投资、收购或股东回报提供空间。虽然运营现金流受到一次性费用影响，但总体仍显示健康基础。战略举措与收购 Envoy Aerospace， 管理层认为 FAA 认证能力将成为竞争优势，尤其在飞机改装项目中退出非核心低增长航空航天产品线，持续关注低地球轨道。Leo 业务拓展与此前 GEO 和 ATG 经验形成延续，并且改装和售后市场仍被视为长期增长机会。战略收购和业务剥离体现公司聚焦高利润、可扩展核心业务的意。FAA 认证能力和改装市场是差异化竞争优势。管理层展望呢？2025年营收预期上调至 8.4 到 8.6 亿美元，中值增加1000万美元。第三季度预计增速略高于上半年，第四季度增速更显著，因为会受到这几个核心增长驱动：客运量增加、飞机利用率提升、飞机制造速度加快，还有现代机舱娱乐与连接系统普及。其实 Atro 最大的利好就是现在整个航空业已经从疫情低谷完全复苏，进入到供不应求的成熟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全球航空机队更新、航司扩产、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赶交货，意味着波音、空客、军工、承包商的生产线都在全速跑。Atro 的产品，比如客舱电气系统、座舱照明、电源控制模块、机载测试平台等，就是嵌在这些飞机和防务系统里的关键子系统供应商。所以OEM 交付量增加，就是对 Atro 的直接需求增长。
供应链紧张，所以具有资质和可靠交付能力的供应商更值钱。换句话说，现在的市场环境让 Atro 从配角变成了稀缺资源。比如空客和波音都因为供应链受限而延迟交付。这时候，像 Atro 这种通过认证能按时供货的小型系统供应商会被客户优先保单，甚至议价力变强。这其实是复苏后期最典型的利好。为什么选择 Atro？ 目前 Atro 的估值还明显低于同类航空电子公司。但从财报看，2025年 Q2 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调整后毛利率回升至 20% 以上，经营利润率也持续改善。市场看到的信号是，公司正在摆脱疫情后亏损阶段，产品组合中高毛利项目、测试系统、电源管理比重上升，现金流恢复，杠杆下降。这些都意味着市场会重新给它更高的成长溢价。简单说，从生存股到成长股的重估期，正是中小型航空科技公司股价上行的关键阶段。防务与民用并行的结构性利好，在当前世界局势下，国防与安全支出持续增长，尤其是北约体系、无人机与测试平台需求爆发。Atro 的测试系统业务，尤其是 PXI 平台、射频与电源模块，正被越来越多的防务 OEM 纳入采购体系。同时，公司也在扩展民用电气化、座舱升级市场，这带来2个确定性好处：订单结构更稳，防务合同周期长，现金流稳定，增长来源分散。民航复苏加军工扩张带来的双轮驱动。再来看下同行对比。现在看到的这张图是 Atro 自己给出的竞争对手清单。与巨头和同行对比， Atro 的优势在于 niche 创新，以及能降低飞机维护成本，提高可靠性，在商用航空中不可或缺。Atro 的竞争格局是小而美 vs 大而全。在航空复苏和 AI 测试浪潮中， Atro 凭借创新填补中短距电力测试缺口。那么 Atro 的股价合理估值在哪个位置？目前 Atro 2025年预计每股收益约 2.1 美元，若按行业中位 PE 25倍计算，合理价约52美元，接近现价。若估值修复到优质航电公司35倍水准，合理价约74美元。若市场进入国防成长溢价区45倍水准，目标价约95美元以上。把技术面结合基本面分析的合理股价计算，可以得出目前短线、波段以及长线的操作建议。短线可以在 Atro 回调至20 MA 位置，出现做多信号的时候入场，短线目标价为54美元左右。如果你做的是波段，可以在 Atro 回调至40美元或者更低的时候寻找机会入场，波段目标为77美元的前高位置。最后说一下长线目标价。我的观点是，在目前 AI 的需求下，测试板块会是下一个爆发的板块。由于整体测试行业出现利好， Atro 的价格也有很大可能被带到140美元以上。其实可以从日线图看出来，最近的放量非常猛。在这里我们强调一下，我们在美股里是要赚钱的，选好合适自己的策略是美股赚钱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分享的操作策略也是会基于短线、波段、长线的分别的点位。想要获取更早期的信息、分析以及操作建议的小伙伴们，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和分析群。当然，有什么问题以及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点赞关注了吗？祝大家在美股发财，我们下次再见。